楚女啊，我秋离娶的女人，她不能是二手货啊！好，保证干干净净。是我眼皮子底下盯着长大的，连男孩子手都没摸过。没摸过男孩的手，500万。我今天洞房花烛之后，你们楼市的债，洒洒水的嘛。哎呀，邱总，您就放心吧，这药可是进口的，今天你想做什么，全您说了算。就是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今天你不吃也得吃。卖女求荣，老程，你会遭报应的。邱总年少有为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就是，一会儿好好服侍邱总，听见没？那你还不赶紧给我滚了！走。爸，我刚跟上一辆超跑，这礼钱能不能分我一半？买！哎呀，你急什么？剩下的都是你的。你们想对我入我阁，我偏不如你们的意。你爸怎么这么粗鲁？我是个好人呐。要不先让哥哥舒服舒服啊，小美人。那哥哥能不能先给人家松绑啊？我的手都绑疼了。我们家小美女跟我说，那当然了，马上给你解。那哥哥已经帮你把手解开了，现在个哥哥舒服一下。给我滚！你个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弄死谁？我错了！哎，别打！啊！别！来真的！啊！如果我的贞洁是娄家换取利益的筹码，那就让我亲手毁掉它。老郭，听说你这次回国是被老爷子逼婚的。你说你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一个都找不到，哎，闭嘴！哎呦，顾大少爷，你这条件想找什么样的找不到啊？不会是还想着当年那个白月光吧？不是我说你在陆家，是不是太闲了？要不要我给你找点事情做？一说这个你就闹病。哎，我说真的，老郭，你要老婆不要，我给你。这我还给你介绍啥呀？这天降老婆呀！帮我，石头，帮我。娄雨欣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想要。为什么停下来？跟我做，你会后悔吗？被他们安排着嫁人，我才后悔。我是第一次，你不吃亏的。今晚就让我当个卑劣的小偷，等他进香后再迎接审判吧。I'm sitting in the dark 그 어두운 방 너와 나만 What comes next陆志礼，我让你帮我查一下娄雨熙，我希望知道她这些年的所有情况。妈傻子们，来呀！一会儿派个人去酒店看看，要是邱总满意，咱们公司这次肯定能平安度过危机。你前妻留下的那个孽种，算是办了件好事儿啊！老陈，给我滚出来！邱总，您只是……邱总，您这头怎么了？我这头，哼，还不是你们养的那个宝贝女儿啊！啊，拿烟灰缸把老子脑袋给开了，我不仅没吃到，还他妈进了医院。你喝，你喝个屁呀喝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要是3天内你不把人给我交出来的话，你们娄氏就跟这个茶杯一样，全完了！求你妈！贱人竟然敢跑！爸妈，你们赶紧给我想办法啊！我昨天才把超跑的定金下了，不然没钱了。老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给我去找，掘地3尺也给我挖出来！我就不相信，一个没钱没权的死丫头，还能这么飞了。西西，药买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又挂了，狗屎男人，关键时刻都靠不住。那谢家洲每天装的深情追你，可真遇到事情跑得比兔子都快，害你白受这罪。毕竟对方也是邱家，他害怕也是正常的。你不是要赶紧去上班吗？我自己吃药就好了。那好吧，避孕药可千万别忘记吃。那我走了啊。只要把这些药片都吃了，应该就好了吧？哟，皇家大闺男也是破身了。瞧这架势，昨天晚上艳福不浅呐。别废话了，让你查的东西呢？这儿。嗨，你不知道，虽然她表面上是楼下的大小姐，可实际上是爹不疼娘不爱，还差点被他那个爹娄成卖给秋里当小老婆呢。秋里你知道吧？
长那样，好家伙，一脸疙瘩，看着还亲爹似的。原来你一直过的是这种日子。那当年你拒绝我，是不是也另有苦衷？顾，和艾伦公司的并购案谈崩了，对方点名要见你，你快回来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有事儿啊？要出国一趟，帮我个忙，这段时间帮我看好娄雨熙，别再让她被娄家人骚扰了啊！哎，老公，这不对吧？你怎么突然对一个女的这么感兴趣？难道说她就是你之前那个白月光？这件事情你要是帮我办好了，你们陆家下半年的所有订单，顾家全包了。哎呦，那我真谢谢兄弟了，帮我大忙，老公。好干。这种反应，原来娄雨熙就是他藏了那么多年的白月光啊！你说这个小蛋糕怎么就这么好吃呢？谁说不是呢？娄老板手艺真不错。今天娄雨熙那边没发生什么吧？放心吧，少爷，我们都盯着呢。这半个月以来，娄家人一直来找麻烦，都被我们赶跑了。你那个生理爹这几天找过我好几次了，非要逼我说出你的下落。哼，还好我徐小月聪明机智，从来没被他套出话来。谢谢你啊。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啊？倒是你，打算一直躲下去吗？当然不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我是不会再回去的。UIBC 的国际烘焙师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已经报名了。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像你一样做蛋糕，让很多很多人感受到甜蜜和快乐。那我们西西一定要加油。我会的。你去参加比赛，不就暴露了？那娄家会不会？你怎么了？西西啊，你怎么突然吐了？我靠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你大姨妈退市多久了？好像是大半个月了。那天的避孕药你没吃？哎呀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还真的是怀孕了。这里居然有2个小生命。你的子宫壁很薄，如果选择流产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怀上了。宝，这孩子你是想怎么办呀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二2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我要把他们生下来。你别怕，你肚子里的可是我的干儿子干女儿。生下来，姐和你一起养。谢谢你啊，阿月。要不是顾景恒这个臭小子不懂事，非要等什么劳什子的白月光，能害得我天天跑医院吗？哎，老爷子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嘛，你也不用那么担心，少爷说不定有自己的打算呢。哼，我让你查的资料呢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把我的孙子勾得魂牵梦绕。资料今天刚刚收到，老爷子，救命啊！
哎呦，救命啊！西西，你都怀孕了，你小心点啊！我这把老骨头差点就散架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还连累了你，差点摔倒。没事儿，那个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谢谢啊，小姑娘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姓顾，改天来我家做客，我煮茶给你吃。老爷子真的不用这么客气的。那个，我们俩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这么好的姑娘，竟然英年早婚了，就是不知道谁这么幸运呢。哎呦，老爷子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要不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吧，可别磕到碰到呀。哎呀，没事，先把查的资料拿来我看看。哦。这不是刚刚那个小姑娘吗？难道顾景恒想当小三不成？哎呀，不好了！少爷不会喜欢有妇之夫吧？赶紧打电话把他叫过来。哪能做出这种事？真是有辱我顾家的门风。干什么？娄雨溪，真让我好找啊！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想干什么？法律也不管家事，你们把娄雨溪给我绑起来！你们干什？大哥，坏了，我们好像办砸了，还愣着干啥呢？赶紧给老大打电话！现在他被逼婚，正是我接近他的好时候。但要以什么身份接近他呢？万一他知道我是当年那个对他表白的人，他会不会又讨厌我呢？顾总，医院到了。先回去吧，不要等我了。爷爷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命悬一线，如何呢？又能咋的呢？您这点伤，您在家躺2天也就愈合了，您来医院干嘛呀？顾景恒，我现在可是病人，这是你对一个病人的态度吗？我错了啊！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公司还有一堆文件等我处理呢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知道你不想结婚，就是心里记挂着那个叫娄雨欣的白月光，但是人家已经怀孕了。怀孕？是啊，所以你少做破坏人家婚姻的事情。不对，那天他说自己是第一次，我也看到了床上的落红。这孩子是我的？什么？这孩子是你的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我先去找他，完事我再来跟你说啊。老顾，你的小白月光出事了，他被娄家的人带走了。什么？你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顾景恒，我们顾家可是10代单传，你必须把人全须全美的带回来。这个逆女，邱总可是你未来老公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他是你的天。马上跪下给邱总磕头道歉。没结婚没领证，算什么老公？要跪你跪，又不是我拿了他的彩礼钱。那我这500万打水漂了。来，娄生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邱总，误会了，小孩子不懂事。那你要好好教一教他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你们娄氏集团有没有明天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爸，你管管他吧。公司要是没了，
我们家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哎，儿子，你闭嘴吧你！西西啊，你就别犟了，这一家人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你就跟你爸服个软，行不行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教我做事？老公，你看看他，一家人这3个字，你自己听着不搞笑吗？你算计我嫁给这个又黑又色的黑蛋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来，罗成，你说，这话是他的意思，还是你的意思？邱总，这都是误会，小孩子不懂事，瞎说的。对，还不赶快给邱总倒酒！啊，是，滚！娄雨溪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要不然我就把你妈的坟挖出来，当着你的面挫骨扬灰。当着你的面挫骨扬灰。这是你方阿姨，以后就是你新妈妈啊。这个爸爸跟方阿姨的儿子娄浩宇也是你的亲弟弟，他今年呀跟你考进了同一所学校。是比我小1岁的弟弟，在妈咪怀孕的时候妈咪的头七都还没过，你就这么大的好日子，你提这个晦气东西干什么？娄雨欣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想在娄家好好过就好好过，过不好就给我滚出去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方阿姨以后就是你的亲妈妈，你要听方阿姨的话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这孩子还小，要循序渐进的教嘛，你这么凶干什么呀？我给你点教训，看你不知道这个家谁做主。你敢？你看看我敢不敢？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前半辈子吸我妈的血，后半辈子又来吸我的血，娄成，你真是没用，活了大半辈子，还只是一个只会靠女人吃饭的软蛋。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的种，就必须听我的。晚了，我怀孕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左右我的婚事。不可能，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交过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检查单就在包里，你们自己可以看。妊娠时间20天，岂不是跟邱总那天？你他妈两头麦啊！我今天要是不过来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老子头上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。邱总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你当我是傻逼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不弄你，我跟你姓，我他妈在牢里。老公，你还不好好的去教训教训他，这么不知道检点的，这马上要结婚了，竟然还出去乱搞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娄家以后还怎么在上流社会上混呢？说，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关你什么事？你爸不说就不说，反正他肚子里的野种绝对不会生长，我看你还敢往哪里逃！儿子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娄雨欣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，老公，和西西发生关系的，会不会就是这个男人？好啊，你就是搞大我女儿肚子那个奸夫吧？你还敢到这儿来？我他妈打死你！你试试。你们最好给我好好祈祷，娄雨欣她一点事都没有，要不然我的手段只会比秋离更加残忍。哎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顾氏的法务，他们会给你们答复。顾氏？哎，这小子跟顾家有关系，那这样说的话，娄雨欣
不是可以卖个更高的价格？老公，可是我们还拿了邱总的钱，这样会不会不好啊？哎呀，你傻呀！顾家是什么背景？邱总又是什么背景？再说了，娄雨琪现在肚子里怀的是顾家的孩子，不管怎么算，还是顾家更好嘛。可是我们还欠着邱总的钱呢，这样会不会……那怕什么？等着真的攀上了顾家的这份亲戚，这个钱不就是动手的事儿吗？我现在就找人去弄你！我呸！老子现在可是顾家的亲家，邱总，你还是掂量掂量自己吧。好了，别怕了，已经没事了。疼。西西，医生，我孙媳妇她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清醒了，目前胎象还算稳定，只是你们这些做家人的也需要多上点心才行啊。安排最专业的孕期护理团队，务必让我的2个好大孙平安的降世。好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爷爷，人家还没答应跟我在一起呢，你别吓到他。人小姑娘肚子里都有你的孩子了，你说你现在竟然没跟人表白？起开，我去跟他说。是，爷爷，顾爷爷，我的好孙媳，你肚子里有了宝宝了，你快，你躺下，先好好休息啊。顾爷爷，我已经和他说过了，不需要他负责，这个孩子我可以自己养。不行，我们顾家10代单传，你肚子里的可是我们顾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身为他们的母亲，就是顾家的当家主母。再说了，你这带着身子，你还需要人照顾。我这孙子虽然有点傻，但是一定是个踏实的。可是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还没做好步入婚姻的打算。你还有什么大事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你们小年轻就是喜欢那个什么赶潮流，你们可以那个嘛，就是先婚后爱嘛。你放心，就算是隐婚，我们也绝不会亏待你，这是我们顾家给未来孙媳妇准备的彩礼，你都收着。这不太好吧？哎呀，爷爷，你个臭小子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都让你说完了，给我留点发挥空间吧。抱歉啊，我爷爷没吓到你吧？那个，关于我爷爷说的先婚后爱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请允许我照顾你和孩子，可以吗？我答应了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协议结婚。等我摆脱了，可以，你说什么都可以。就算孩子的抚养权在我，你也愿意？愿意。这孩子本身也是你生的吗？我尊重你所有的意愿。好，谢谢你。抱歉，我第一次结婚，有点激动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吗？虽然是隐婚，但该有的流程还是要有的。亲爱的罗雨熙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用了吧，我们又没有感情基础，
这样的话有点奇怪。我说了，别人有的，你也要有，不要再拒绝我了，好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真的接受这枚戒指。这枚戒指，不是对你的枷锁，而是我给你的承诺。顾景恒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。西西，西西，聊聊，这是你的店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用完餐之后还请赶紧离开吧，最好以后不要再来。那这个呢？楼氏甜点是妈妈的心血，她怎么会突然拿这个出来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啊，那个爸已经查清楚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呀是顾家太子爷顾景恒的。哎，不愧是我的姑娘啊，就是有手段。我就知道。哎呀，我是你爸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要不然当初我就不会放你离开。别装了，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。爸老糊涂了，只是犯了一点点小错。哎，这个是楼氏甜点的股权转让书，你把字签了，3天后你来开股东大会，这个楼氏甜点就是你的了，妈。你会这么好心？这还真是一份正常的转让合同。奇怪。哎，爸犯了错，伤了你的心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回你妈的公司吗？这个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了。当然，要不要都全看你。不管楼城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，我都要把妈妈的心血拿回来。喂，老王啊，我孙子结婚你知道了？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！哟呵，你家孙子终于铁树开花了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景恒打算什么时候办酒席啊？到时候我一定去给你包个大红包。这不是怕你着急羡慕吗？等办酒席的时候一定叫你。什么？恒哥哥要结婚了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恒哥哥只能跟我在一起。蓉蓉，人家老顾家的孙子对你没兴趣，不然这么多年早就成了，你就别去打扰他们了。我不管，我从小就喜欢恒哥哥，别的女人都不配嫁给他。你不帮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哼！罢了罢了，只有自己撞了南墙，才知道什么叫疼。王小姐，你不能进去，顾总正在办公。起开！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拦，小心我让恒哥哥把你给开了。抱歉，顾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恒哥哥，听说你要和一个叫娄雨熙的女人结婚了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不是说好了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吗？你怎么能娶别人呢？那只是老一辈的玩笑话而已。我现在已经有家室了，所以可以请王小姐不要再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了，可以吗？那个娄雨熙在娄家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弃子，更何况现在娄家都已经开始破产清算了，他的家世根本配不上你，只有我才是最适合做你妻子的人选。你，我顾景恒娶谁跟谁在一起，也轮不到让你来指摘吧。
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刘琦，送客。王小姐，请吧。恒哥哥，你会后悔的。哼！他们家餐点啊，做得非常不错的，孕妇也可以吃，尝尝。这个土豆泥的味道不错哎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嘴角脏了。罗雨欣，你在干什么？罗雨欣，你在干什么？罗雨欣，你竟然敢跟陌生男人出来吃饭！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，谢家洲，你说够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喜欢真的很廉价？那天晚上我给你打了那么多通电话，向你求救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不接电话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喂，教授哥，我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你能不能来索菲亚酒店救救我？西西，现在都21世纪了，你一个小女人能遇到什么麻烦啊？你实在不行去找警察呗，我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你回来喝酒别烦我啊！教授哥，教授哥。可是，算了，你走吧，我跟你没话说。要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我也不至于大半夜还在喝酒应酬。再说了，是你说不清是什么麻烦，这根本不能怪我。谢先生好像对我妻子意见很大呀。我是娄雨熙的丈夫，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。景恒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我自己能处理。顾景恒，你是顾家那个太子爷？不好意思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会对谢家污蔑我妻子名誉权提起诉讼。刚才您对我妻子所有的造谣，我已经全部录音。别啊！要是让我爹知道我惹了顾家，他一定会打死我的。西西，顾夫人，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。我替我妻子拒绝了。走吧，别被这种垃圾打扰心情。抱歉啊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。该感到抱歉的，应该是那些打扰我们的人。出于你和顾家的名声考虑，那天向你求救之后，我就已经断了和谢家洲的联系。我没想到他会找过来。好了，不要因为打翻了牛奶而难过。通过一件小事看清一个人，这是一种幸运。再说了，天大地大，开心最大。走吧。哎，等等。你怎么了？你肚子？那个，宝宝们说他们想吃烧烤。是吗？可是妈妈的身体会很难受哦，这样是非常不对的，知道吗？他们说的就吃一次嘛。行了，那只能吃这一次，以后都要好好听话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走。哎，我忘了。好吃吗？他们的味道绝了，太香了。你要不要尝一口？拿着。干嘛？
好希望他能一直这么开心。我看看。哎，凭什么不给我看？你吃你吃。兄弟，你有没有什么追女孩的心法传授一下？你尝尝。好香的。有的兄弟，有的，你等着。追女人，首先要展示你雄壮的肉体。人都是视觉动物，当他看到你饱满的胸肌、腹肌，一定会不可自拔的爱上你。他会喜欢这样吗？总感觉录制里说的话没有那么靠谱。西西，虽然你那生物爹不知道抽什么风，要把楼市甜点给你，但有那么多次前车之鉴，我觉得他肯定要作妖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去股东大会看一看。那你自己能行吗？哎，要不要把你那个闪婚的老公叫上？哎呀，不用，我们是隐婚，关系越简单越好。哎呀，他都是你的合法老公了，这有啥不好的？算了，我也知道你的脾气，要是有问题啊，你给我打电话就是。好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虽然我们结婚了，你也没到这种坦诚相待的地步吧？果然没有看走眼，他这身材确实不错。你可以不用捂眼睛，直接看也可以。谁看了？我没看。这个反应，看来录制里那小子没有骗我。他刚才不会是在撩我吧？哎，不行，明明只是契约关系，罗雨熙，你可一定要把持住啊！哎，西西，今晚下班之后可以一起吃个晚饭吗？我今天晚上回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你可以自己吃啊。那好吧。哎，顾景豪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吃饭啊？因为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想跟他一起吃很多顿饭。我先去上班了，我走了。来啦！怎么就你们两个？怎么就你们两个？股东呢？啊，不急，先喝口茶。咱们父女二人啊，好好叙叙旧，把之前那些矛盾都说说开。想和解啊？哈哈哈，
先把合同签了。好，我签。啊，嗯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嘿嘿嘿。呜呼！你怎么会在这？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我会把公司转让给你啊？你就乖乖的给我挣钱，给我还债吧。楼成啊，楼成，还得是你啊！又把这个小美女送到我这里来了。您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好歹我也是收了您的钱。上一次把事情给办砸了，但是这一次啊，给你办得漂漂亮亮。那我就要尝一尝顾景恒女人的滋味。哎，我听说啊，怀了孕的女人，她尝起来特别的润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让你先舒服了以后，再把它卖给顾家。楼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乖乖的把公司给我。你别忘了，股权转让书你已经签字了。签字又能怎么样？我一会儿就把这合同给撕了，再来个死不承认。哎，有谁能知道我签过合同啊？啊？你猜这里有没有人看到你签字啊？你猜这里有没有人看到你签字啊？如果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来找你的话，那我岂不是白白被你卖这么多次？你做了什么？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好心思。这个电脑你拿着。哦，它和我包里的摄像头相连着，一会儿我进去了，你就开始直播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字你已经签了，至于茶水嘛，也是你自己喝下去的。混蛋，你敢阴我！怎么？你看什么？你看，滚啊！老陈，你滚啊！哥哥，是弟弟。喂，老公，我给你发了链接，你快看。你这白月光战斗力可真强啊！直接帮楼氏和鸠氏制造了这么大个热点。不好，他竟然去了楼氏。刘琴，快去楼氏。是。爸，杨玉溪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暗算我爸！臭婊子，搞不搞死你！西，你怎么样？我上次念你是西西的家人，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的，想不到楼总不想珍惜啊，竟然还敢联系姓邱的。不，欺负我的老婆，把他们给我关起来，一个个都别想跑，我亲自教训他们。
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俩干的，放我走，放我走！西西，醒醒！每次都能在最危险的时候遇到你，谢谢。这娄家一家人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秋里真是个渣男，一定要狠狠制裁他。什么？顾家太子爷竟然结婚了？哎，今天真是吃到了惊天巨瓜！坏了，好乖乖，你和你老公隐婚的事情瞒不住了。他怎么样？别人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受了点惊吓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好，多谢。你以后不要再一个人这么去冒险了。抱歉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卷进来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你今天直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身为顾家夫人被这么欺负，顾家一定会出手的。可是我和娄家的股权切割还没有完成，这样会不会？没事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就放心好了啊。好。爸，娄家这几年的风评在商界很差，你不能不和我商量，就让景恒和娄家的闺女领证结婚呢。就是。行了，木已成舟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我劝你啊，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儿。哎呀，阿姨，虽然顾爷爷这么说，但结婚都讲究一个父母之言，您不能真的不管啊。而且我听说啊，那个娄雨熙，他从高中的时候就乱搞男女关系啊，万一把景恒哥哥带坏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那可不行，我得亲自去会会这个女人，看她用什么狐媚手段勾引景恒。阿姨最讲究门当户对，我就不信像娄雨熙那样的贱人还能嫁到顾家。小心。都回家了，别那么紧张。对不起啊，我都忘了今天不吃晚餐。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就先好好休息一下。顾景恒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吃饭的吗？正好我肚子饿了。来，尝尝。其实，我很早之前就察觉到了。顾景恒，我们是不是很早之前就认识了？是有些渊源，不过你应该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也好，我怕我说出来，
你会讨厌我。你长得那么帅，应该会很受欢迎吧？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，让我仔细想一下？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，让我好好想一想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跟你告白的小胖子？我当时不长这样，你没印象也很正常。居然是你！我……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哎，别走啊！小心点儿，爸妈让我管着你。你要是敢谈恋爱，你死定了。那个时候，楼家为了能让我卖个好价钱，不让我跟男生接触，所以才拒绝你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很讨厌我。怎么可能？没有的事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对我有没有一点点喜欢？你呢？你也喜欢我吗？当然，我当然是喜欢你，喜欢到骨子里。都是他们干的，你们保护我干什么？跪下！别狡辩了，这些年少夫人没少在你手底下受欺负，你罪有应得。人都到齐了。是。这些是你们这些年欺负过西西的证据。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让你做干净点，竟然还被拿到了证据，都是你的错！楼成，你个瘪犊子！要不是你默许，我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吗？行了，我不想听你们解释。看来是时候让楼总和邱总知道自己这些年的犯罪金额了吧？刘琴，把他们送到警察局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哥，我错了。喂，儿子，你结婚怎么都不跟妈说一声啊？西西这2天生病了，过几天我带她过来看你吧。不用了，我亲自来看。您是？连婆婆都不认识？里面请。这上不了台面的茉莉花茶也给端上来。
懂不懂什么叫礼数？毕竟从小没了娘，小家子气也很正常。抱歉啊，景恒没跟我说你要来。我到我自己儿子家来，难道还要报备吗？跪下！什么？我要你跪下！怎么，你敢勾引我儿子结婚，不敢给婆婆奉茶吗？奉茶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生活在700年前呢。重来！重来！重来！再重来！我不伺候了。嘿，你刚过门就敢蹬鼻子蹭脸？就是。妈，你不能这么对西西说话。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当真被这个狐妹子勾了魂。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。我可是跟爷爷先说了的。你爷爷那人你不知道吗？只要是个女的就行。那是不是得先我也喜欢才行啊？不管，这儿媳妇儿我不待见，你跟他离婚。哎，婚姻可不是儿戏啊。所以更要门当户对，知根知底。哎，看王蓉就很好。恒哥哥，恒哥哥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呢，妈，你别乱说。什么妹妹？又没有血缘关系。我看今天就让阿蓉住在这儿，比对一下就知道了。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这么大的房子，难不成还没有阿蓉住的地方吗？就这么定了，我也住下。走，走，我们上去。那个，你妈妈好像不喜欢我，要不然我先搬出去吧。不用，你放心吧，这些事我会处理的。我帮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妈，你干嘛啊？怎么进来不敲门啊？我是你妈，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。你，给我出去！啊！顾景恒，陪蓉蓉睡去。不行，景恒哥哥，我有点怕鬼，我能和你们一起睡吗？年轻人胆子大点，不行也得行。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景恒哥哥，你出去。可是伯母已经把房间反锁了，我根本出不去呢。你出去。可是伯母已经把房间反锁了，我根本出不去呢。雨熙姐姐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啦？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这样做，但如果你真的想跟我们一起睡的话，那就麻烦王小姐打地铺吧。啊？如果你不愿意，那你就只能站着睡了。我，
蔬菜来一点，营养均衡。也给蓉蓉夹夹。就是。妈，我现在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这样不好吧？你也别再胡闹了，等一会儿我就找人把你和蓉蓉送回去。是吧？陆建豪，我可是你亲妈，在你这儿住几天还要看你们的脸色。阿姨，是不是蓉蓉做错了什么？难道是姐姐介意我？景恒，你太紧张了。来者是客，你愿意住的话，就多住几天。正好让阿姨和蓉蓉看看我们到底有多恩爱。来者是客，你愿意住的话，就多住几天。正好让阿姨和蓉蓉看看我们到底有多恩爱。阿姨，喂，西西，你快来，宫生出事了！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等等，我送你过去。景恒哥，我要去学校，你先送我。你们俩吃完饭立马走啊！走。哎呀，我这傻儿子真是被他迷惑的彻底呀！关键时候还得是我这个老妈出手。还钱！还钱！别喊了！还钱！不要闹了！楼主已经进去了！你们跟我吵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今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，说是之前楼城欠他们的债，如果不还钱的话，就把公司砸了，用来抵债。欠钱？哦，有欠条吗？自己看。这些加起来都快2000万了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就是楼总的女儿吧？他之前在赌场问我们借了钱，现在他进了监狱，这钱啊得你来还。我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。谁知道你们之前是不是串通好的？如果不还钱，这公司你就别想开了。欠条拿过来。哎，这是楼城赌博欠下的赖账，绝对不能替他还。不还钱是吧？那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少夫人的公司被人围了。那还不快去叫人帮忙？是。不用着急，那人啊是我叫的。什么？你们都被骗了，那丫头心机的很。我呀是替我们景恒认清楚真相的。哎呀，你糊涂啊！她肚子里怀着孕呢，万一闹出什么事情来，我的子孙子怎么办呢？她怀孕了。可蓉蓉没告诉我。不还钱是吧？那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！我们找死！妈的，多管闲事！还有谁？你们一个个上！妈的，谁敢动我的人？老大，有人！今天给我毙了他！哎，那毙了？谁毙了？你不要命了？你不知道那是顾家的太子爷吗？什么？顾总，我们也是正经要债。不管是谁派你们过来，赶紧给我滚！不然再让我看见你一次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老大，顾夫人那边，闭嘴！大小我你都分不清吗？啊，撤！有没有事啊？西西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帮忙？
那是楼成欠的钱，为什么让你帮？没关系的，西西，你要知道，只要能用钱摆平的事情，以后就不要冒险了，好不好？顾夫人，少爷来了，我们已经走了。哦，好，看看你，差点没让我们顾家绝了后啊！我不管你怎么想，5天以后，我要举办一场家宴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娄雨熙是我的孙媳妇儿。哼！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她怀孕的事儿？伯母，那个娄雨熙她风流成性，谁知道她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景恒哥哥完全是被他骗了。你想想他的原生家庭，娄成那样的人能养出什么样的好女孩？可是老爷子不会弄错血脉的。就算她怀的真的是景恒哥哥的孩子，您真敢让他养您的孙子吗？有时候去母留子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这样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定会让你相信他的性格到底有多恶劣。这次讨债风波确实给娄氏带来了很多负面新闻，得想个办法解决才行。我怎么都忘了这个？只要拿到比赛的冠军，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。西西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爷爷知道了有人去娄家闹事嘛，所以他特别想办一场家宴给你撑场面。但是妈妈也会在，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也行，正好好久没见爷爷了，买点礼物拜访他一下。好的好的，不过你什么也不用买，你只要去，他就会很开心。啊，对了，西西，送你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啥呀？这是我们顾家祖传的珠宝，每个顾家人都会有这一套。给我？我给你戴上。现在戴吗？不管是什么珠宝，在你身上都会黯然失色。之前怎么没听你这么会说话？那你以后可能会发现更多的。好傻啊！王蓉，你在干什么？
这是阿姨的意思。你身上那么多晦气事，万一传到顾家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哼，只要你当众发火，阿姨就能看到你的真面目。想惹我生气，我偏不容你意。算了，拜访爷爷重要。等一下，快回去，不然谁知道你身上带了什么灾？王峥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算了，不就是跨过火盆吗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行了，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人家夫妻恩爱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你烧起幺蛾子啊！你要是毁了我大孙子的婚姻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西西呀，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，你最近好不好？爷爷，伯母，我最近很好。别板这个脸啊，吓到我孙媳妇了。爸，我还是你儿媳呢。都看见了啊！你要对我老婆不好，她不要我，那我也不活了。长辈都在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快松手！听说你是学美术专业的，正好我有一幅画，不知道真假，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。阿柔，应付娄雨熙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女人，一幅假画就足够了。先让她露个怯，顾家可是最讨厌丢人现眼的女人了。这个应该是刘爽的作品，笔墨锋利，喜欢留情于景之中，擅长留白。但可惜，虚而不实，应该是伏临摹的假画。不可能，你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胡诌谁不会？留笔吗？好。这个才是刘爽的手笔。万水千山图，想不到他还真有这个水平。不错，确实更有一番韵味。哎呀，你怎么能乱画？就算是假的，这幅画可值不少钱呢。没关系，我家里正好有这幅画的真迹，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送给你。你家有真迹？当然，刘爽大师可是我们学校的著名校友。原来他也是京北大学的学生。景豪，你陪爷爷去下会儿象棋吧，我们3个女人聊聊天。聊什么呀？我不能听啊。放心吧，你去吧。行了，让你妈这个婆婆
陪着新媳妇聊聊天。你跟我一起上书房待一会儿。你也有点分寸，别伤了孩子们的心呢。啊！哦。那天到你们公司门口闹事的人，是我找的。那天到你们公司门口闹事的人，是我找的。您现在告诉我这些，是想让我做出什么反应吗？你知道是我，都不记仇吗？你勾引我儿子，有什么企图？要钱、权，还是人？为什么就不能是你儿子勾引我的呢？你胡说！景恒哥用得着勾引你？这有些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就像你和景恒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缘分。我如果是你，就不会这么厚脸皮，还来打扰别人的幸福生活。阿姨，你看他！阿荣，注意形象。哼，看来这丫头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得从长计议。你不要仗着你有身子，我们顾家就会认你为儿媳。你不要仗着你有身子，我们顾家就会认你为儿媳。你要让我知道你心不端，你的人品不行，我们顾家无介意去母留子。您放心，我很爱他。这是上次说的进门礼，一直没来得及给你，这下终于是送出去了。不是，爷爷，就一座矿10几套房子，您是不是有点太抠了？你怎么不看看那是什么矿？哪个地方的楼啊？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小家子气。行了，大喜的日子，既然你进了顾家，以后就是顾家的人了。除了婚礼，我还有好东西给你呢。好，这个是你说的啊。老婆，这些你都收着，都是你的。妈呀，您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啊？你这是我们顾氏合作的奢侈品店的会员卡，拿去捯饬捯饬，别丢了我顾家的脸面。谢谢你。这些原本都应该是我的才对，看我不让你出丑。各位长辈都准备了礼物，你一个新媳妇儿，难道没有什么要表示的吗？各位长辈都准备了礼物，你一个新媳妇儿，难道没有什么要表示的吗？小梅，麻烦把我准备的礼物带下，谢谢。听说您喜欢木质手串，所以我特地去了一趟古灵禅寺。难道是三海大师的平安手串？没错，这可不好求啊！看来你还有点能耐啊！巧了，我也从古灵禅寺里求了一副。听说三海大师的平安系列1个月仅限卖1份，也不知道是谁的真，谁的假。也不知道是谁的真，谁的假。站住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娄小姐准备的见面礼，
听说是特意求的。真是天助我也！给我吧，我帮你拿过去，放进去。我就知道你心术不正，拿个假东西来骗长辈。就是，不想送可以不送啊，还特意送一个假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知道我送的就是假的，而你送的就是真的？废话，这古灵禅寺的手串可都是正经的菩提木，你这一看就是劣质。这古灵禅寺的手串可都是正经的菩提木，你这一看就是劣质。那是因为你以假乱真，调换过。你胡说！我怎么会提前知道你要送的是什么？既然你说手串是你的，那你可知道上面的梵文是什么意思？不过就是一些祈福的话。什么话？我哪里还记得啊？肯定是健康啊、平安之类的。错了，上面的意思是永葆青春，是我亲手刻上去的。难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来人，上笔墨！我今天就亲自打你的脸。放心，肯定先打你的脸。哎，现在你还想说什么？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你何必这么大反应？能写出如此风骨的字，想必这孩子的品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或许我对他的印象是有点先入为主了。阿柔，这次是你过分了，开玩笑得有个度，以后再不许这样。给老王打个电话吧，以后不能再这样。啊，好的。不要，恒哥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王蓉，我现在已经有家室了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怎么长大了。一会儿我就给王叔叔打电话，让他送你回家。老婆，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儿了，陪陪爷爷妈妈。好。哼，平子上尉，我也可以。只要少爷每次回来，夫人都会点名做这鸡汤，还好我提前准备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夫人特地为您准备的鸡汤，是您之前喜欢喝的。辛苦你了，我来吧。好的，夫人。尝尝吧。等等，这鸡汤有点不对劲。什么不对劲？这鸡汤有问题。你假装喝下去，我们把这条大鱼钓上来。
哎呀，我头好晕啊！七七宝宝，你在哪儿啊？好热啊！你的七七老公来找你喽。恒哥哥，我好喜欢你，那个娄雨熙能做到的，我也可以。你就要了我吧。等一下，这触感王大小姐晚上不睡觉，唱戏呢？王大小姐晚上不睡觉，唱戏呢？我已经给过你体面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不是的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在梦游。这话说出来，你自己相信吗？是不是啊，妈？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天真正直的好姑娘，没想到居然给景恒下药，还企图勾引他。我没有，阿姨，我只是走错了房间。我都看见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这哪里是一个大家闺秀能做的事情？王小姐，请出去吧，以后我们也不要再往来了。是你故意害我！哎，天地良心啊，这件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景恒哥哥，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这辈子喜欢你，只会是娄雨熙一个人。家宅不和，小人挑唆，看看你的引狼入室。都跟你说了，西西是很好的孩子，你偏不信。怪我识人不清，差点误解了你，还做了那么多对你不好的事情。妈妈知道错了，你就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嘛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这些事也不能全怪你。真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就是我的亲女儿，谁要敢欺负你，妈第一个不答应。尝尝。好吃啊！老婆，我知道你事业心重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万事都有你老公在。要不先休息会儿，再来练习好不好？那可不行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次的对手都特别厉害，我得赶紧练习才行。顾景恒，我肚子好痛。别着急，我先送你去医院啊。走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孕妇的胎位不正，又是双胎，如果强行生育，就会有不可逆的损伤，甚至一个操作不当，就会有大出血的可能。景恒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失去宝宝们。
他们还没看过这个世界。我有一个表妹，是妇产科博士，我现在就把她带回宫，我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。表嫂，具体的情况表哥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不用太担心，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妈，哇，好帅啊！爸爸不是一直想要让我联姻吗？怎么着，联姻对象也得长成这种程度才行吧？怎么会是他？谁啊？你认识啊？没，我看错了。哦，那你看到那个男人了吗？我就要那种长相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女儿啊，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。好不容易回次国，这次我要玩个尽兴。哎呦，你别太任性了，别忘记了，这次回国是要参加国际烘焙师大赛的。好的，妈咪，知道啦。怎么样？嫂子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如果非要说的话，我建议是保大。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若是不打胎，那就只能坚持做矫正运动，但即便如此，也只有30%的希望。看来都是我们顾家没福分，10代单传，这都是命啊！别再给孩子们增加压力了。景航、雨熙，你们怎么想？这孩子不能留，我宁愿他不生，我也不想让雨欣冒这么大风险。我想试一下那个矫正运动。不是你没听见吗？就算尝试，也只有30%的可能。这孩子会要你的命。我知道，但我想试一下。你疯了！我不同意。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有权决定他们的去留。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可他们也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们。你要是不想要的话，可以，那就离婚，我自己可以养活他。哎呀，都不要再吵了，冷静一下，一切以西西的意见为主。老顾，要我说这件事你不能着急。嫂子要不是因为爱你，能执意把孩子生下来吗？如果这份爱的前提是威胁他的健康，我宁愿那2个孩子一开始就不出现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要是没有这俩孩子，估计你们也不会这么顺利。我劝你啊，找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，2口子嘛，把话说开就好了。比你一个人自己在这喝闷酒强多了。哎，顾景航，说你2句小脾气就上了，什么情况？原来他的名字叫顾景恒，姓顾，难不成是豪门顾家的那个太子爷？
家世这么好，长得还这么帅，我一定要把他拿下。家世这么好，长得还这么帅，我一定要把他拿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擦擦吧。不必，不用了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怎么说也得给你一个干洗费吧。不用了。哟，查岗了？不聊了，回去了，走了。哼，我这么好看的女生跟他搭讪都拒绝，真是没品。等着吧，总有一天会让你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你肚子不舒服，还过来接我？哎呦，这不是怕你闹脾气吗？喝酒了？一点点。哎呦，我错了嘛！我说要离婚又不是真的离，我就是担心孩子。我知道。那你是同意我保胎了？我同意你保胎，但是必须得答应我几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回去说吧。走。我说怎么敢拒绝我？原来是为了这么个普通的女人，什么货色，竟敢抢本小姐的男人！我现在开始要跟你约法三章。我同意你保孩子，但是你每天必须给我坚持做矫正训练。如果中途发现不对了，影响到你健康了，这个孩子我必须放弃。一切以身体健康为主。你同意了？当然，你做这些不都是为了我吗？可是我真的害怕。怕什么？我怕你会因为孩子离开我。哎呀，我们好不容易相遇，上天不会让我们就这么走散的。葱花、葱白部分你家男人真是不放心你，香味浓，还花重金让我来照顾，不巧龙虾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给我10万一个月！那你就收着呀。宝，你最近为了准备比赛都瘦了，我也很担心。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，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月月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想让妈妈的手艺再次被所有人看到。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当你老公的监工喽。那就麻烦监工大人和我一起整理资料吧。哎，那是另外的价格，得加钱。西西，要不还是我陪你吧。哎呀，真不用。西西，你要知道，最重要的不是比赛结果，而是你的身体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我都知道的。你好，我叫娄雨熙。您在28号考场，里面请。竟然用孕妇身份博眼球，真是没下限。这位小姐，
你的这块表是？当然是我自己买的。可这不是男款吗？对啊，我男朋友送的，不行吗？这是海力士为景恒定制的表，全世界只有一块，怎么在他手上？哥，一会儿帮我开开绿灯怎么样？别想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评委吗？正是评委，才该公平公正。就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能放水吗？当然不能。比赛马上开始，去换衣服吧。下面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哼，真倒霉。不好意思，这位选手，你被淘汰了。敢在我面前出风头，看我不给你点教训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下完了。甜品最重要的就是白糖。抱歉啊，您能再给我一份新的白糖吗？参赛选手每个人的食材都有定例，概不补充，这是对所有选手的公平。哎，你看他这是在做什么？难不成他这是要用甘蔗代替白糖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。装腔作势。比赛结束，评委开始打分。我的作品名为《常青树》，采用高山薄荷打底，配以代糖，味道清冽独特，不易长胖。我的作品名叫节节糕，虽然是龙虾酥的一种，但是采用了传统的法式酥皮打底，再配姜味柠檬汁解腻，很新颖大。确实不错。不错不错，竟然是龙虾，我看这个挺不错的。我觉得这个好。下面我宣布，本次大赛冠军来自楼氏甜点的娄雨熙。谢谢。爷爷，伯母，第一名啊，冠军！是啊是啊，不错不错，真是个大好事。我要举办个慈善晚宴，为我孙媳妇庆祝。好啊。妈妈，我可是做到了。哎，景恒，你那块海力士手表呢？我也不知道了，我之前丢哪儿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
我记得好像在哪看到了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你那会儿。我对天发誓啊，我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就会耍宝。什么叫没能拿下冠军？清河，你不是评委吗？也不知道帮一帮妹妹。你也知道我是评委。哎，亲兄妹嘛，就应该互相帮衬。你这次是真的伤了双双的心。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谭清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爸让我转告你们，顾家的晚宴别迟到，剩下的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就好了，别越线。哼，臭老哥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以后嫁到顾家还理不理你？你说什么？顾家？妈，我决定好了，我要嫁给顾景腾。可是我听说他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那我也不管，我可不想错过这样一个男人。要不是因为这次的冠军给了娄氏，我还可以凭借这次噱头单独跟顾家。你说这次蛋糕大赛的冠军是谁？娄氏啊，娄氏甜品。真是不甘心输给这样一个小公司。妈，我要上楼睡觉啊，明天陪我去买衣服，我一定要在这次的宴会上碾压所有人。不好看，这件不行，这件也不行。你们店里就没有其他更好看的衣服了吗？这已经是我们店里最好看的一件衣服了。我不信，让我看看。哇，这件衣服简直太适合您了。是啊，这个尺寸和款式都不错。不过我是第一次来你们店里啊，怎么会做到这么精准？这件衣服是顾少亲自为你设计的，您的爱人自然是最了解您的啦。你们不是说没有更好看的衣服了吗？我要这件。谭小姐，这件真的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可是你们的 VIP 用户。这个是对方亲自设计的，我无权处理。喂，你身上这件衣服多少钱？我出双倍价格买了。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双双，怎么了？妈，就是他，不仅抢了我比赛冠军，现在还要抢我衣服。拜托你讲点理行吗？这是我自己的衣服。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位夫人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双双，我们回去吧。妈，我不管，我就要这件衣服。好东西都是价高所得，你开个价吧。刷这张卡吧。这就是全球只有5张的黑卡。麻烦帮我把这件衣服包起来，送到楼市。是，娄小姐，走吧。妈，他老是针对我。你说我要不要报复他一下？不用吧，反正你们也不会参加同一个晚宴，还是顾家重要。也是，那我再去挑挑衣服。明明已经摆脱娄家了，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能遇到，这是什么孽缘？今天关乎的谭家和顾家，警告你老实点，不要闹笑话。哥，我一个弱女子能干嘛？你也太敏感了吧！而且我今天可是带着目的来的，说不定能帮你谈成顾家的单子。欢迎啊！您这儿媳妇长得一脸福相啊！顾夫人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大家又取笑了，能娶到西西这么好的儿媳妇儿，可是我们顾家的福分。
可是我们顾家的福分。来，里面请。怎么又是这个女人？不仅抢我冠军，现在又要抢我看中的男人，看我要你好看！你这个贱女人，到底给顾景恒施了什么魔法？凭什么是你这个贱人嫁给了他？这位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顾家，可不是你随便可以撒泼打滚的地方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认识他？莫名其妙被他针对了2次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这个男人，你们快把他给休了！抱歉抱歉，我妹妹脑子不大好使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给我修点点。是不是只要你死了，我就能得到他？你去死吧！真是个疯子！别闹了，谭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抱歉，我这就走。放开我！走，你给我等着！刘琦，查一下这个人什么背景，拉入黑名单，永不再好做。是。妈，你看你把谭双双惯成什么样了？现在好了，顾家把我们拉黑，我们再也在京北混不下去了。哥哥，我不管，我们失去的就是京北一个市场，可我失去的是爱情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嫁给顾景恒，我就要跟他结婚。真是无可救药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跟父亲交代吧。双双，别哭了，你想要的，妈妈一定会去帮你争取的。妈妈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外面有些堵车，你先去楼市下面的咖啡厅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注意安全，等你来接我下班啊。娄雨熙，您是？妈，所以这些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？您没有死，为什么却抛下我一个人？哎，这件事说来话长。你这个混蛋！配方到底在哪里？你要是再不给我，我就掐死你女儿！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们必须得离婚，孩子给我。你要是想要离婚呢，哼，除非你净身出户。凭什么？娄氏有今天，还不都是靠着我的配方？那又如何呀？啊，反正你现在已经丧失味觉了，你有什么资格管理娄氏？行，我净身出户，我只要西西的抚养权。西西是我娄氏的血脉，绝对不能给你。和你爸离婚后，我就出国再婚了。西西，你也别怪妈妈，妈妈当时也是身不由己。那我这些年的经历都算什么？妈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差点死在娄城手里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妹妹，也就是双双，她喜欢顾景恒。你这个当姐姐的，要不就表示表示，把她让给双双。哎，至于你嘛，妈妈愿意用余生的母爱来补偿你，怎么样？妈，20年你对我不管不顾，如今再见面，你居然是逼我给你的女儿让位，你真的是我妈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较真呢？妈妈又不是没补偿你啊！现在你这个妹妹为了顾景恒都快疯了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就不能大方一点啊？我只问你一句，你知不知道我怀孕？这有什么呀？大不了双双给你养好了，你想带走也可以，她还年轻能生。顾景恒我是不会让给谭双双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
20年来你对我不管不顾，如今我们也不必再讲什么母女之情。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妈。到底是没带在身边，养不熟，真是个白眼狼。我妈说你是我的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跟我没关系，你自己去问她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妈妈回家再说啊。欣欣，我们回家了。为什么他什么都要抢我的？现在连妈妈都要跟我抢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娄雨欣，我要杀了你！娄雨欣，我要杀了你！双双，这下可不差事儿了，还敢偷袭我们老板娘，看我们正义制裁你！你放开你的脏手！把他给我送到警察局，故意伤人，证据确凿。哎呀，不要啊！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懂什么呀？你是做姐姐的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妹妹被人欺负啊？我没有妹妹，我忘了，我也没有妈妈。我的妈妈早在20年前就死了。双双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快走！景和，那个就是我妈妈。我本来以为她早就死了，没想到她只是和楼成离婚了。她20年对我不管不顾，现在回来就拿你要挟我，把你让给谭双双。好了，不哭了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着你，永远在你身旁。你说我真的配当一个母亲吗？会不会像她一样不称职？你对孩子的爱，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的孩子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